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的视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日本富贵兰风鸣店。通常我们欣赏兰花是赏花胜过它的叶和根，但是这一棵很特别，它的叶和根欣赏价值很高。首先说一下日本富贵兰到底是什么兰花。有的人说不就是风兰吗？对，是风兰，但是不是所有的风兰都可以叫日本富贵兰，只有在日本富贵兰协会注册登记了的才可以叫富贵兰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在日本富贵兰协会的花名册里面有名的才叫富贵兰，如果花名册里面没有名字的，就只能叫风兰了。这一棵风鸣店呢，在花名册里面就是有名的。富贵兰欣赏点很多，比如花、叶、根、轴。光说叶子已经有很多不同，我了解的也不多，在这呢就只介绍这一棵风鸣店。它的叶子呢，算是中小型的叶。它的叶呢，也不是平坦的一片叶，如果在叶的中间横切一刀的话，它的横截面是一个 V 字，叫通叶。看它的叶子并不是纯绿色的，它有白色的虎斑。以前我以为只有新叶才有白色的虎斑，其实不然，新的叶也未必有白色的虎斑，旧的叶也未必没有白色的虎斑，这跟养护很有关系。在太高光底下，白色的虎斑不明显，不漂亮。还有它的叶形，有没有发现它有的叶子不一样？好像这一片，它的叶尖有点往上勾，这种叶呢，叫露寿叶或者是承露叶。意思非常简单，就是用来接着露水。我很喜欢看这种叶子，给人的感觉就是上上生长，生机勃勃。它的轴是梨轴，月形的梨轴，就是很普通的，在这就不特别介绍了。但是它的根是非常特别的，它的根是宝石根，但是宝石根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欣赏到的，就像开花一样，过了就没了。有的人收获之后看不到宝石根，就怀疑是不是货不对版，又或者他自己从未见过这种根，看到别人的图片就说肯定是修图修出来的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在冬天，富贵兰几乎处于半休眠状态，不怎么长。但是经过漫长的冬天，春天刚刚到的时候，它会有新芽萌动，长出来的根就是宝石根。我这一棵风鸣店是传水培的，由于没有植料挡住，可以很清晰的看到里面的根。原来的根不是宝石根，但是在原来的根上长出的分叉，那些新的根就是宝石根。就是说，新长出来的都是宝石根，无论它是从茎上长出来的，还是在旧的根上长出来的分叉，只要有新的生长，都是宝石根。看看这些根，晶莹剔透，真的像宝石那么美。这花我用传水培的方法养了2年多了，根和叶都长得不错，但是叶子就没有刚才用水苔来养的那颗那么多白色的虎斑，而且斑也没那么美。虽然这里也可以看到有虎斑，但是斑纹没那么明显，没那么白。我认为可能是因为这一棵是放到光照比较好的地方。这一棵呢，我是用水培蝴蝶兰的方法来养的，
很奇怪，它跟水培蝴蝶兰一样，水培的比植料养的更早开花。这棵风鸣靛水培虽然很成功，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不要模仿，因为富贵兰的品种很多，各自的习性不同，不一定都能水培，有的是非常娇气的。富贵兰最便宜的也要几十块美金，所以不要随意的去尝试。经过大概1个月的时间，宝石根慢慢的消失了。其实这并不是时间的问题，而是温度的影响。温度升高，宝石根会慢慢消失。看这里，水苔养的这一棵开始出花了。看看这些叶，看这橙露叶，真的是爱不释手。看看它的叶子，白色的虎斑非常美，并没有褪去，但是宝石根却一点一点的在消失。水培的已经开花了，白色的花，很香很香，非常好闻的香味。还有，看这里，正在抽出第2条花剑。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富贵兰的基本养法。我说的是用植料养，并不是水培。我这一棵呢，是用水培蝴蝶兰的方式来养的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看我水培蝴蝶兰的视频。首先说一下光照，不同品种的富贵兰，它的光照要求不一样。这一棵呢，中到低光就可以了，肥料呢，均衡肥就可以了，但是要淡不要浓。在冬天它几乎不生长，所以要减少水分，几乎不用施肥。到了初春，看到它的叶或者是根有一点萌动，就开始增加水分，而且要给肥，每周都要给肥。但是还是要注意，要有干湿循环，等植料干了再浇水，否则很容易烂根。至于能不能开花，温差是关键，跟蝴蝶兰一样，有温差，光照足够，基本上看花是没有问题的。这是他们去年的照片，对比起来，他们今年成长了许多，所以风鸣靛其实是富贵兰的入门品种，很容易养。最后祝大家的兰花养得越来越好，谢谢收看。